当超越版圣斗士玩的不亦乐乎的时候，隔壁的漫威已经进化到正比例6寸大小了，甚至和蜘蛛侠一起出货的毒液更带派。当我把两个玩具放一起的时候，很难想象蜘蛛侠当年是怎么赢的。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来看一下小布的超越版漫威争锋、蜘蛛侠和毒液。其中毒液的盒子要比常规款厚不少，盒子里面有足足6大包的流道零件，1包成品预涂装零件。相较起来，蜘蛛侠的仿佛连它的一半都不到。和前几款漫威的一样，关节需要自行拼装，部分流道零件也会给到预涂装分色，单色零件的发射质感也不错。毒液的流道没有预涂装分色，但给到了偏光珠光效果，这个大概就是你想要的五彩斑斓的黑。拼装体验老样子，按压式水口，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，也不需要贴纸。蜘蛛侠1个小时就能拼完，毒液需要1个半小时以上。拼完之后的效果可以看到是完全的正比例了，除了头太小显得脖子长之外，我感觉其他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因为它的身材比较细狗嘛，所以说重量呢只有27克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它的眼睛不是透明件，而是用银印还原出来的，所以说有那种网格的细节效果。除了眼睛之外，脖子和头的细节呢就是蜘蛛网的纹路了。胸口和背后还各有一个蜘蛛的图案，胸口是黑色，而背后呢是有3种分色。超越版已经出了几十款了，直到这款呢你才知道这个系列是会偷色的，因为就这一款背后分色比较复杂嘛。你看蜘蛛腿没有颜色，腰部侧面的红色呢也没有延顺过来，整个后腰的分件就是一个蓝色的橙色，倒是没啥水纹。发色比起涂装呢颜色是浅了一些，对应的细节有还原，可以自行补色。然后就是腰的造型呢是很连贯的，没有穿帮，所以如果同为正比例的话，传奇版比起超越版呢贵，还有贵的道理，不会出现背后偷色的情况。还有正面的分色再复杂也是都有还原出来的，而且有一点比传奇版的强，可以看到它的肩膀呢也是一个分件做成的肩甲样式，比起传奇版诺亚布莱泽呢现在要服帖了很多。胳膊外侧蓝色部分呢是6边形的网格细节，而红色部分呢就是蛛网细节。之前大家不是吐槽超越版的火影胳膊肘关节不好看吗？这次的拼装关节造型没得说，像是中高端一些的成品模型关节。这次大腿根关节延长了一截，所以说连贯性呢更强，不过依旧比较小，还好被外面的大腿给包裹住了，看到断层感没有这么明显了。腿部的造型分色就比较简单了，而且和胳膊是同样的设计。脚底板的细节也有所还原，而且呢没有涂胶。个头方面比起同系列的日系呢要高了整整1头，是标准的6寸比例。可动方面低头抬头转动幅度都不错，胳膊的平台能够超过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胳膊的曲轴幅度150度，手腕挺灵活，肩膀有拉伸关节，不过里面没有分色，弯腰仰腰以及转腰幅度都不错，胯部有下拉关节，车底幅度是90度，前踢90，后踢60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幅度120度，脚腕的接地性不错，脚尖也有可动。由于它没有 PC 键，而且承重关节都是偏紧，需要扩孔，所以说浑身的关节阻尼感呢是很紧实的。它的配件有一对爬墙手以及一对厨师发射的手型，只有握拳手给到了蓝色的分色，一个软胶材质的厨师特效键，末端有蛛网的造型，装载的话直接套在手腕上就行了。最后还有一个缠绕蛛丝的右胳膊。做视频的时候我有好几次把它当成我随便扔在桌子上的蓝丁胶了，装载的话直接替换掉小臂就行了。嚯，武装色霸气！毒液它要是个触角特效，所以会额外给一个后背替换键，懒得替换，而且平常不看后背嘛，所以说就不换上了，直接用带连接孔的就可以应对一切的情况。为了还原它的大块头肌肉造型呢，它所有的零件都是新规的。为了更自然，我摆了个半蹲的姿势，可以看到即便这样呢，也要比蜘蛛侠高了半头。体积不知道要大了多少，反正重量呢高达73克。细节方面，浑身除了舌头之外呢都是对称的，头雕的生物质感做的不错，舌头是软胶材质的。身体部分呢，下半身是纯黑色的，上半身也就是手背是白色，然后在前胸和后背呢各有一个大蜘蛛的白图案。浑身的肌肉细节造型做的是相当的不错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它的手脚处呢还都有长指甲，可动方面它的关节设计和蜘蛛侠的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可动位点也都一样，但是肌肉块头太大了嘛，所以说有干涉，比起蜘蛛侠的可动要差一些。正因为它的分色太简单，没什么可偷的嘛，所以说它就连肩膀的拉伸关节呢都有还原出来对应的分色，甚至大腿根关节还有肌肉细节。它不光阻尼感没问题，而且组合度呢也没有问题。此外，它的嘴巴可以张开，舌头是群云关节连接的，也可以转动。配件除了替换后背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替换的右胳膊，关节什么的也都有给到。武器状态下，这个生物的质感做的是不错。此外就是跟长得一样的很长的触角，细节质感也是相当的炸裂，每一根都是由4段组成的，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弯曲和转动。插上之后看一下，我说这是目前超越版里面做的最好的一款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这细节和偏光质感的效果绝了呀！而蜘蛛侠要不是腰部后面偷色，不然的话也是一个难得的精品。总的来说，比起之前的超越版进步是很大。